这又是齐白石更具有代表性的一件作品了，就是它是，草虫雁蓝红，它这个雁蓝红的这个花呢，它用的是，洋红来画出，然后呢，用写意的方式，然后呢，上下两个工笔的虫子，一个蜻蜓，一个这个应该是，这是个什么呢？蟋蟀啊，然后这两个呢，一上一下，相得益彰。而且这个蜻蜓呢画的很工细，你看它的这个翅膀里边还有一些晕染了一些黄色，它每一笔画的很细致，然后下面这个蟋蟀也是，包括它的腿呀、腿上的这些毛啊，然后须子都特别的细致，这是齐白石工笔草虫的，就是经常画的一种这种方式，就是一只到两只工笔的虫子，然后呢用写意的方式去画这个植物，这种呢这件作品呢是给这个贺寿用的啊，所以整个的这个题材还是非常不错的。来看看这个吧，这个是这一件这个黄永玉的彩荷，那这件荷花呢是1987年创作的，这件作品呢可能和我们看到大部分的黄永玉的荷花是不一样的。这件作品呢是属于画的比较工细的，我们平常看的写意的可能会多一点。那这个呢，它画的这个荷叶是属于团荷，那就是颜色又非常的艳丽。黄永玉画这种作品通常是在正面去画这些荷叶啊，然后荷花，然后呢背面的这种渲染，他通常会把这个作品翻过来，用背面就在画的整体的背面去渲染这些，这样呢，第一呢会保持这个上面的颜色互相不影响，第二呢就是它的这个晕染的感觉会更加的有这个情调，然后这件作品呢，它也是长题跋，长题跋，然后尺寸呢，这件差不多15个平尺左右吧，尺寸又大，然后它的整体的颜色感又好，然后它的这个花头，我们仔细看一下，它这个花头上面的这个颜色呀，勾的这种经线呀，还有这个莲蓬啊，都画得非常的细致，黄永玉是特别喜欢画荷花的，就是包括他北京的宅子也叫万荷堂嘛，所以就荷花对他来说其实是一种这个精神的体现。来，呃，然后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小的专题，就是南张北浦嘛。那不是南张北浦，就是渡海三家嘛。渡海三家呢，我们先看有一个这个普如的这件普如的这个寿星，它或者南极仙翁。那这种题材通常都是普如给祝寿用的。那我们看这件作品，他画的这个仙翁呢，整个的这个胡须很长，然后呢，头的造型呢也是非常的这个有兽性的这个风格，然后穿的衣服呢是那种古代士大夫的这种衣服，然后手里又拿了一个寿桃，哎，然后他的手的整个的造型呢，手指纤细啊，然后拿了一个很长的这种拐杖，就是他整体的这个造型呢，就是庄严又不失可爱。然后呢，这件作品呢上面也是有长题，还有就是他在90年代的时候有2次出版和1次展览，这个尺寸呢，在这个普如画寿星的其实有几件，但是呢，大部分尺寸都是在1尺2尺左右，但这件作品的尺寸它有差不多4个平尺，所以也是比较少见的。
这张张大千的这个听琴听阮图呢，这是张大千先生在1949年创作的一件作品。这件就是他1940年代的时候，就敦煌回来的时候，他经常有的时候会画这样的，这是从古代作品里提炼出来的一个整体的造型。那他也写了，这是仿赵孟頫的听琴听阮，但是我们其实看到这个题材在很多的这个古代画家当中都有创作过，这个底下做了两个高士，一个拿琴，一个拿阮，然后坐在这种一个很高的松树底下，旁边有小溪流水，那整个还是构造出了一个就是古代文人对自己所需要的那个意境的一个想象的这个场景。大千先生也是其实用他超高的这种古代技法，把它还原了出来。然后下一件这件作品就是张大千像是比较晚年的作品了。这个画的是镇一千仞冈。那镇一千仞冈的意思其实就是我站在山上，站在山岗上去抖这个身上的灰尘。那这实际上是一句气魄很大的话。那其实他画的这个人物也是他登在了山顶，然后是一个高士的形象。这种高士的形象呢，是在张大千晚年的这个画的这个创作当中经常会出现。然后站在山顶底下用了一些泼墨的方式呢，把这个山底整个的环境晕染了出来。所以这是在他就是中晚年时期，还是一件比较不错的作品的啊。这个当时是送给这个上款叫树立中。当时就是张大千跟他们的家里的关系很好，对。来，下一件就是张大千，我们还有几件不同的，那就是刚才看了这个黄偶玉的荷花，那现在再看一下这个张大千的荷花。那张大千的荷花呢，这件作品也是在。就是他经常会有这种表现，就是底部呢后期有一些这种颜色的晕染，然后但这件呢是一件白荷，然后它这个荷花的颜色实际上是用留白的方式流出来的。然后呢，整个荷叶呀，包括这个远处的这种背景啊，都是用这个泼彩的方式把它勾勒出来。而且这件作品呢，就是它的这个尺寸很有意思，它虽然是4.4平尺。2005年嘉德来源就是2005年嘉德拍出来的。然后它的这个有一个注录嘛，它的注录就是他张大千特别好的一个朋友叫王之一，是他编的一本书里注录的。这王之一就是在张大千在八道园的时候，王之一是帮他还拍过一组这个就是写真集啊。这也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事情。然后张大千这还有一件，这件呢就是画的是蝴蝶在这个枯黄的这个叶子上啊。这件作品其实时期呢，它的落款中已经写得很清楚了。它的落款就是张大千到敦煌第4个月所作。因为张大千呢在去敦煌的时候呢，其实敦煌的生活条件是很差的。张大千为了去画这个临摹这个敦煌的壁画啊，然后到了这个它上面还有写进重阳节嘛，时进重阳节。那个时候就是到敦煌以后，这艰苦枯燥的环境让张大千这个心绪有了波动，所以当时可能有这种比较思念家乡的这种情感。所以就把这个用画来寄情，把这个蝴蝶可能当做自己啊，落在这种树叶上，有一种归家的这种思绪。因为我们在看张大千1941年左右的这些作品呢，大部分都是传统的山水居多，传统的人物高士居多，但是这样的题材极其少见。那这件作品想来可能还是大千先生
以这个寄托情怀所精心特制的一件吧。到这边来是潘天寿，潘天寿这件作品呢，就是用了这个八大的方式吧，八大的方式画了一个这个很有意思的鱼鹰啊，这种鱼鹰的形态呢憨态可掬，然后又有这种动态，所以这个潘天寿先生仿古的能力和这个造型能力其实也是很高级的啊。接下来这个陆元绍呢，陆元绍这张幽山闲居，不是陆元绍这张唐人诗意呢，这个写的就是一个大家都耳熟能详的诗吧。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那这件作品呢，整体有8个平池，而且它这里面，其实画的内容还是蛮多的，有这个寺庙，有船，有人物，还有整个的山和水。这件作品画得很满，而且，出版很多次啊，这是陆元绍很重要的一件作品。然后旁边这件黄宾虹呢，这是黄宾虹这个比较早期的一件作品。它呢，画的还比较的细致，颜色也比较淡雅。然后在1932年的时候就出版过啊，1932年出版过，并且在1932年还做过展览。对，所以是一件就是比较难得的作品。然后这张李可染呢，这件作品就是90年代就出版了啊，人在万点梅花中。这件作品呢就是李可染典型的画这种梅园的这个风格，就是梅花整体围绕在这个一个亭台楼阁当中，背面有远山。90年代就出版，而且最早的拍卖时间是1996年，也是对李可染来说算是一件比较重要的作品吧。这这个官粮呢，这件官粮就是画的是贵妃醉酒。那官粮其实贵妃醉酒他是经常创作的，但是这件作品是他创作的比较早，1978年，而且同年的时候他画过贵妃醉酒的油画，这两个构图基本上很相似，所以就是如果说他在同年创作这张油画的话，那像水墨这张画的构图和他的这个画的就是对于关良先生来讲，肯定也是他一件比较重要的东西。而且这件作品呢，来源是荣宝斋旧藏，而且出版在荣宝斋画谱里，就是关良写意人物的部分。尺寸也是在这个他的这个戏曲人物当中算是很大的，这个有8平尺啊。然后我们看这件作品当中，其实隐约还是能看到一些，就是他用铅笔勾的线条的地方，所以足见这个关良对这件作品创作的时候是比较认真和谨慎的。对，我们再看看，这还有一个，我看看啊，这张徐悲鸿嘛，徐悲鸿这个对联呢，其实这件对联呢，第一呢内容是比较好的，写的叫“风云助磅礴，和月起英灵”。那第一是内容比较好，第二呢，他这件作品其实还保留了这个，我们在这里边实际上还是能看到康有为的影子的。然后，其实徐悲鸿本来在书法上和绘画上，其实受康有为的影响还是比较深的。从这件作品上，其实我们是能看得出来的啊。然后旁边那件张大千呢，是张大千早年创作的吧，1930年代的，画的是这个叫叶侯书院。这个书院呢，就是
这个书院呢，它把整个的这个包括它这画其实分了3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远山，第2个部分是这种半山有这种小径上山路的这种有房子，然后还有一个近景，近景的这个里边呢，有房子还有人，就是张大千其实这个也是仿古的这个手法，去绘制的这张作品。然后吴昌硕还有一件这个吧，吴昌硕有一件这个就是双菊，其实菊石图嘛，这是双菊，底下有红色的菊花，上边有黄色的菊花，这种题材对于吴昌硕来说也是经常会画到的，而且呢它的寓意其实是很好的，也寓意了长寿啊、延年啊。然后这件作品1933年的时候有出版过。然后，近期也有，就是12年的时候也有出版过这个作品呢。尺寸呢也不小，大概7个平尺，它整个的颜色还是比较清新淡雅的，这是一件比较不错的吴昌硕的这个菊石的这种题材的作品，然后这边纪念袋的部分基本上就差不多了。然后那我们古代，对吧？那我们就看一下古代，然后走，对。讲古代，那我们可以从，他们在看点，我们从王世敏开始吧。我们这回古代书画它是有一个山水清辉专场，里面包括王世敏、王元起、王徽和运寿平。那么这件王世敏呢，是王世敏大概1656年的时候给太沧州的一个非常有名的叫曾金吉的这个人画的，他是当时从明代到清的，就明代的移民。他这个整个山水画的非常的以这种干枯的笔法画的非常苍润，这个可以看到这块江南的水乡。那么1656年的时候，王世敏的这个他们家的东园的宅子基本上建好了，所以它内部有很多小亭子的造景，他们这块有小亭子，各种不同的房子。那他还是在黄公望和董其昌的这个笔法之内，把这些自我的这种小的，可以看这个。那么这件作品是当时上博退赔的，有吴湖帆先生题签的一件作品。然后那么王元起这件也是当时上博退赔的。那么他是上面有写他画给他的侄子的希望是他整个把自己当时的这个笔法的这种很多方法都展示给他，因为他觉得就是你很多东西是没有办法，画理是没有办法讲通的，你必须要去自悟。那么王元起也是由他的祖父王世敏曾经说过，王元起是一个灵心自悟者，就是他的绘画的悟性非常的高。那么这年康熙乙卯的1699年的时候，王元起的父亲去世了，那么他们家的很多亲戚都回来，就是在家里，那么他这张画画的这个，我们可以看他画的地方叫做扫花庵，那个印叫扫花庵。那么这个地方是当时从王世敏的祖父王希爵，然后到
王衡、王世民一直建造的这个整个园林的其中一个书斋，那么他就应该是在这块画这张画给他的这个侄子。这张画之后呢，被书斋收藏有于腾、薛华培、庞元济和周省旧藏。有43次著录和5次出版。那我们还再接着看这个专场吧。这边他们刚才在看，是这件作品是石渠宝鸡的运寿瓶载荷图。那么这个题吧，其实我们看到是王辉题的，他们2个是就是彼此最好的朋友。他写此我老友南田先生作别。那么为什么他要特地点出这个是南田？因为运寿瓶没有在这张画上留下款式，那么这张画可能就是当时他画给王辉，或者是在运寿瓶去世12年之后，王辉又看到这件作品，重新提了这个。他说这件作品可当与唐谢元水村图后先协行。就点出了运寿瓶这张作品画是以唐寅的这种画法来画出的。这件作品是在乾隆初年的时候进入，大概乾隆初的时候进入清宫内府，那么由乾隆御览之宝拾取定监、拾取重编，拾取宝鸡，还有后面崇华宫那边建藏宝，之后又由嘉庆皇帝和宣统皇帝签印，在宣统14年的时候被带出宫，由庞元济收藏。那庞元济看到这幅作品以后，他把自己收藏的一个运寿瓶写给王辉的信，两家信跟这个裱在了一起。那我们可以看到，运寿瓶对王辉的这种用情之深和非常的尊敬。他所有的运寿瓶提到王辉的长兄，他都要转行来写，包括这是第1封、第2封。它里头可以再回来一下，它里头有写，就是很多人生聚散，有定数江山盛赏，良友盘桓，人间乐事无有过此然。因为他这个信应该大概写在1673年左右。他们这个时期也非常长的在南方各个地方在一起画画，然后很多朋友一起。那么到了下一个里头，他有写这里叫每闲游行看一山一水，一树一草一片云一泉石，无一不思无时故也。还要讲什么吗？这边是庞元济收藏以后，他请民国的书把整个的这个作品的来源重新都讲了一遍。可以看一下这个是当时清宫内部的一个包袱皮儿，他把这个手卷卷起来，然后包在这里头，上面有清宫的这个运寿瓶载荷图真迹。之后书斋收藏以后，他又重新给他做了一个盒，上面有刻这个书斋真笔。这件作品也是有36个著录，然后9个出版。那么在常州美术馆、龙美术馆和保利博物馆都做过展览。是运寿瓶
在可以运寿屏有石渠宝笈，在这个民间的山水的唯一一件非常重要的作品。这个山水清辉这个题呢，它其实提的就是王辉，是当时王辉画完康熙南巡图以后，皇太子给王辉题的一个词，叫山水清辉。所以我们上一件是运寿屏画王辉题，这件是王辉画的，然后有运寿屏的题。这件就是我们之前说的1673年，他们在晋园的这个在扬州的密园，就是李宗孔的这个密园里，他们很多人，包括王辉、达崇光、周而言、杨进和运寿屏一起，他们互相画、互相题。运寿屏曾说过，就是他的作品由王辉题，王辉最能了解他，最能写出他的作品的好处和什么。那么王辉的画，他说一定要留给我运寿屏来题。他在前面的这个部分大字，它分2部分，一部分是字稍微大一点的，然后还有一部分是比较小的这个字，他写说用笔如闲云在霄，卷书自在。就是王辉这个画，他从起笔可能，比如说他们一般从竖石这个开始，它是一个很细致的这种画法，然后慢慢的过渡到这种有一点点拼麻的这种一点点，最后然后他往这边一点点画，一点点画就画了一个米家山水的这种，还没到米家山水的这种，有很紧的地方，有很舒缓的地方。那么这张画是王辉画给他的弟子杨进的，叫《山居图》，后面有12位非常有名，当时非常有名的人的题跋，包括这里。然后它的银手部分是由金陵8家之首的弓弦，这里有金陵8家之首的弓弦题了一个银手，叫懒妆西子，就是指王辉这个画就像懒得化妆，化很淡的妆的这个西施一样，不需要刻意的雕琢就能体现它非常自然的美。那么相对于运寿屏来讲，王辉是一个可能相对当时所有的人来讲，王辉是一个绝对的这种绘画的天才。他能把这个几种人的古人的很多的这种绘画都融在一起，那么你其实分别来看，还是能看出来各个不同的，可是他们就很自然的就在一起，融汇在一起。还都要讲吗？挑几个重点讲。那就 OK 了。要不然再讲一下。这件作品是，等于说集清初的4大遗民，文人的一个作品。那么可能我们现在知道最有名的是八大山人，但是当时最有名的除了八大山人以外，应该是这个草书的这个作者叫威衡，他是当时江西草书写的最好的人。那么八大是排在他之后的，一共有第3名呢是这个闵应泉。这个作品是由罗牧先画了一组山水作品，你看这边罗牧画了一首山水作品，那么之后由威衡收藏，威衡收藏以后又转给了闵应泉。那闵应泉他们雅集的时候，八大山人来了，八大山人特别喜欢这，就在上面又题了诗，就是等于这4个人的相识相知的交往，都是由这一本册页来作为一个连接吧。那么八大山人的这两幅作品是在八大山人的画集、全集、年谱和罗牧的画集、年谱里都是
几乎每个都有提到。这然后那么当时江西这部分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绘画赞助人叫做宋洛，那么宋洛他这个时候他已经跟罗牧认识了，那么他非常非常的想要结识八大山人，但是就是因为这首诗，所以就是他之前就很想结识八大山人，后来一看了八大的这个书法和他这种性格，他特别想要结识他，他就一直拜托罗牧去能不能认识八大，所以这几个册页其实在当时是一个特别传奇的册页。我去找方哥。这要给我吗？大家好，我是永乐拍卖古董部的冯启果。那么我们这次来深圳巡展呢，带了一部分的精品，大约有那么个100来件，分瓷器、佛像、玉器，还有一些铜器杂项。那么我先从瓷器开始讲，好吧？你镜头拉近一点啊。这一件呢是我们这次的封面也是现在来看是独一无二的一件乾隆时期的矾红龙纹大军。那么我们查遍了这个资料呢，这件东西相对来讲呢是非常比较重要的一件东西啊。那么和故宫的几件同类型的东西相比呢，这件器型是最周整的那么龙纹也是最威猛的，这个龙纹非常漂亮。你看这种风格我不知道你这能不能拍到底下，它底下这一片呢，这个纹饰呢是江崖海水包括连瓣纹往上走它几层纹饰往上走，这种龙纹不说了，主纹饰前边呢这种变形的这种纹饰。那么市场现在就出现这一只，这也是我们的封面这边拉一下看一下这边的龙纹给大家看一下。我声音不会小吧？好，来，我就简洁的介绍一下我们这边来看一下，这边呢是3件单色釉我们先从这一件讲起这件是雍正时期的一个双圆瓶我们现在写的是双联瓶，但是档案记载呢叫双圆瓶。这种东西它就是皇帝把玩用的放在他的那个案子上雍正皇帝喜欢这种吉祥的东西，吉祥的器型，吉语的器型，或者是一些有很好这个寓意这些器型比如说这个呢就是长长久久世事平安圆圆满满叫双圆瓶。这个釉色也非常好是一种粉青釉，是单色釉里边比较名贵的一种釉色。后边呢我们有一些来源在后边世事常如意岁岁久平安，就讲这种器型。那么这花盆呢是石纹釉，一种石纹釉松绿石绿松石绿松石的一个这个一套花盆
一套异形花盆儿。这时候我们通过这个故宫的那个生活的图录来看呢，这个放在窗台上比较多一点啊，放在案子上种一个小花，冬天用的比较多，是一个全品啊，市场非常罕见啊。早年呢拍过一支，好像是在北京拍的啊，这支是全品啊，没有什么毛病。对，看看这只炉，这只炉是雍正这个卢君釉的一个炉，它是借鉴了宋代的君釉啊，加之明代宣德时期的铜炉的一个器型啊，创新的一个品种，雍正创新。这只炉是市场所见到最大的一只，来源呢也非常好，全品。那么我们这次定价呢也是非常的便宜。这边有一个标签你看，最早的记录是03年价格啊。这个釉色非常好，你看这种釉色，变化的非常斑斓多彩。对，我们看这只盘子，这只盘子呢，永宣时期的典型器啊，名品啊，我见过这种盘子很多，但这一只呢是我见到是最，是器型是最规整的一只啊，它不漂啊。那么呢，颜色呢发射呢也是非常好的啊，白底儿，包括它青花的发射呢也是非常纯正。外边的纹饰你看一下这边啊，这是一圈花卉。这种非常标准的数码沥青的发射，底下的一圈火树红底，这都是明早期的一些典型的特征。这支我们有一个记录啊，香港苏富比91年的记录，这是刚查出来的啊。价钱呢定的是非常便宜，非常可以买这支。我们来这边看看啊，这边还有一些，来这边。那么，我先给大家着重的介绍一下这只盘子，是因为我们柜台不够用，本来是要放一个独立展柜的。这只盘子呢，是我所见到的，宣德时期挂黄釉的唯一的一件完整盘子。当然，它这个黄彩呢是清中期后挂啊。后来我们看到了很多雍正也好，乾隆也好，很多就是按照它这种一把帘来挂一些黄釉，柠檬黄的。但是这一只呢，是我见到宣德唯一的一只用宣德挂黄釉的啊。这个来源非常好啊，你看一下这个来源给大家啊。1948年有一个记录，那么巴黎还有一个记录。这只盘子呢，它颜色比较纯，浓艳，是我近期所见到的这个发射比较纯正的、最纯正的一块盘子啊，就用料比较纯。这边我看一下啊。那么我们有一只花菇，这只花菇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龙泉窑初级花菇，雅致啊，颜色也非常好。它这个灯光好像照的不是太好，行 ，OK 好。那么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啊，这个葫芦瓶啊，乾隆时期的一只葫芦瓶，颜色呢还是比较好的，有一个来源，1940年日本的来源，这个有发票，有记录，还有可能还有一个图录，这个。你看这个葫芦瓶啊，这个葫芦瓶就是和我们现实当中的那种葫芦瓶，还生长当中的葫芦瓶的颜色是一样的。
好，这样是这样啊，我那个后边呢，我们还有其他板块啊，我把这个呢给其他板块好不好啊？那么，哎，郭静，你给大家介绍一下你的杂项吧啊，你拿着这个就行啊。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哎，不要拍我了，你这拍东西吧。可以讲是吧？中国文化一个核心的现象是对先祖的崇敬与效法，途径之一就是收藏并研究现代古物。于历代仿古器而言呢，今日所见，不论是数量还是品质，明晚期和清中期的仿古铜器都堪称翘楚，也奠定了我们今天对宋元以后仿古铜器的观点和认知。首先，我们看一下这是一件清乾隆仿古的鬼事炉。就此器为仿商周时期青铜簋所作，炉身共分3层，以云雷纹为底，然后主纹是凤鸟纹，第3层是一个大触脊。就清代造办处有14个作坊，其中有铜作处和铸炉处。至乾隆朝呢，就由于帝王的偏爱与宫廷陈设赏玩的需要，也带来了仿古铜器制造的巅峰。这件造型比较典雅，木木大方，制作考究，华贵精致，堪称历代仿古器的精品。我们看下一件投壶。投壶是一种古代的宴饮游戏，在士大夫阶层里边比较流行。每逢宴饮，必有投壶助兴。到明清之际，投壶的样式多有变化，亦可作为陈设器。正如司马光所言，投壶可以治心，可以修身，可以为国，可以观人。这个在故宫，商玺有一幅书画作品叫《明宣宗行乐图》，其中明代宣德皇帝所玩的投壶跟这个形制是非常非常像的。好的，那么下面由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玉器。那么首先我们来看到的应该是这个清乾隆白玉雕的这个娱乐图摆件。那么这件娱乐图摆件呢，它是一种青白玉，那么它的船头一个老翁在前面扶桨，船尾也是一个老翁在掌舵，那么中间呢2个小童，一个是匍匐，一个是依船而坐，还有一条用那个绑着另外一个就是一个老妇在烹茶。那么整个这个摆件它是运用了镂雕、高浮雕以及这种透雕的这种技艺技艺非常精湛。那么它的整个的这个整个的构思构意也是栩栩如生。那么我们从这件东西的来源也是非常好的。那么它第一个它是有这个寓意，是参加了温哥华保利艺术馆的乾隆帝的艺术梦。第二个呢就是那个翠壤锦怀，是参加了那个恭王府博物馆的一个展览。那么它的来源呢是来自于欧洲船王的一个私人收藏，我认为是非常值得推荐的一件这个玉雕。那么接下来我们眼前看到的这个是这个清乾隆的白玉佛。那么这尊玉佛是典型的乾隆工艺，它头顶肉脊高耸，然后双目微睁宽鼻小口整个面目开脸是非常慈祥。那么它的这个整个是一个坐姿佛，那么是结禅定印非常的一个
整个的它的这个潮衣带水的感觉也非常好。那么它的这个来源是来自于我们台湾一个老藏家。那么他是台湾国立历史博物馆参加了这个展览，那么他是有出版了一个那个叫做《碧光银绣》，是台湾国立历史博物馆出版的，来源非常清晰。那么这两件是典型的乾隆宫廷工艺啊。那么我们看到这个最重要的一件器物这尊白玉龙钮双龙耳衔环球形炉。那么这个球形炉实际上它就是一个香炉。我们香炉是从宋代开始就已经有发现，那么这种焚香文化到了明清是鼎盛了。那么这种香炉很典型的就是宫廷器。那么它传统的香炉呢，它会里面放香，然后通过中间的漏雕整个香是沿着这个龙嘴出来萦绕而上。但是这个香炉更多的是一种陈设器就应该是当时是放在宫廷作为摆设陈设使用的。那么它的这个特点就是整件香炉它的器型球形非常饱满，可能大家隔着镜头不一定会看得出来。那么我们从实际上上手的感觉就是非常的圆润整体来讲这块这个和田白玉是上等的和田白玉雕琢而成，再加上它那个炉盖的那个你看看这个炉盖整只龙是雕的栩栩如生非常的形象。然后炉底是三丝踏竹那么它的出处也是参加了这个温哥华保利艺术博物馆的一个寓意乾隆帝的艺术梦。第二个就是参加了恭王府博物馆的一个翠壤简怀清代一珍宝展。它的来源也是非常清晰的，是参加了北京保利的这个御贡郎世宁专场的这个展览。对，是非常好的一件东西。那么玉器就介绍到这里。哥什么时候来？Hello，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永乐的佛造像这个板块首先是这个13世纪的一个合金铜嘎当塔。这种嘎当塔大家伙都能见过一些合金铜的，但是这一尊是唯一一个是铜鎏金的，也是可以流通的，这是唯一一件，而且尺寸硕大。尼泊尔时期的铜鎏金的佛塔有多门塔呀，还是一些舍利塔都有，但是西藏合金铜的嘎当塔这是唯一一个，而且它那里有镶嵌那个宝石琉璃。现在看琉璃不怎么值钱，但是以前是比较值钱的一个存在。而且我们也做了那个探测，大家看一下这探测这个位置呢是有一些装藏在里面，有6到18毫米不等的一些装藏。在这里你能看清楚对，就像这里有很多个不规则的一些装藏，矿石、骨骼等一些东西。第二尊是一个17世纪蒙古扎纳巴扎尔的一个造像，金刚总持像，来源也特别好，是法国的一个尼斯画廊出来的，年份也非常好，来源也非常好，而且它的这个钮姿非常有那种艺术气息，特别好。下一个是一个大家伙都比较喜欢的一个门类财宝天王那个财神之手
手里拿着是经幡，一只手拿的是源源吐不尽的那个财宝的财宝鼠，而且它的这个之所以定为康熙是它的连瓣是康熙独有的一种连瓣。乾隆的财宝天王大家伙都可能见过很多，但唯一这个康熙的财宝天王很少。鲁宾博物馆有一个夹注的一个康熙财宝天王，比较少见，而且它的璎珞，连珠纹都是做的特别细腻，而且这个财宝鼠也比较偏大。而且它的胎质是比较厚的，乾隆的胎质可能说是相对来说比较薄，但这个胎体是非常厚重的，手头也是比较很沉。接下来一件，我给大家介绍一件这个14世纪的释迦牟尼铜牛金，它这个线条还有璎珞也是做的非常好，而且来源也特别好啊。来源是一个那个法国私人藏家。从1921年到20年的一个收藏，他当时出了一本书，当时这件货当时就在那本书里面，整体的韵味啊还是什么特别足，它的一些璎珞连瓣，而且这件东西它是原封底板是有鎏金，它之所以做这个底座是因为它装藏没有被打开过。把这个底板顶起来了，有点不稳，所以说藏家他做了一个底板用来固定一下。好，感谢。